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胜峰。大家好。好，习近平啊，在同一天呢是热线了俄罗斯总统普丁，还有美国总统川普。难道他要重新校正中国跟美俄之间的关系了吗？好，这一件事情呢，也登上了百度热搜啊。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丁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同川普通电话，那分别谈了什么呢？我们来看到了他跟普丁的部分哈，喊话两国要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好，那他说呢，应该为双边关系啊打造一个宏伟蓝图，达成把握契机、强化合作的共识。而且这个视讯通话呢，恰巧啊就是中俄结盟的4周年哈。而普丁怎么说呢？普丁说呢，俄中啊为全球动荡下的一个稳定因素哦，说莫斯科和北京啊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关系是全球动荡局势之下的稳定因素。好，以前他说这句话可能大家还不信，但是现在在川普之下好像有一点这个道理了哈。那么现在呢，克宫也说了，说呢普丁啊应允上半年呢会去访问北京。好，口头的友好呢已经拉到了实际的互动上了。好，那至于习近平跟川普谈了什么呢？我们来看到哈，习近平跟川普谈了农产品、能源，好，还有台湾问题。那川普就说了。说美国和中国呢都是伟大的国家，美中关系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乐见中国成功，加强与中方的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进展。那么川普也特别提到，他会在4月前往中国进行访问，表示他非常的期待。而中方方面呢，则是说啊，中方言必信啊，行必果，说到做到。只要双方呢秉持着一个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哈。所以习近平是期许两国新的一年能够多办大事、好事。好，那这个通电话结束了之后呢，川普马上就去报喜啦，说他自己拉到了多少的生意啊。川普就透露了说，中国本季的大豆采购量啊将提升至2000万公吨，承诺在下一个产季要采购量提高到2500万公吨。除了农产品之外呢，通话内容也涵盖了能源啊、工业领域啊，包括中国向美国购买石油与瓦斯以及飞机引擎的交付事宜。好，不过呢，日本的学者就指出了，很明显的这通电话看得出来，对川普而言呐，台海只要不开战，让对方多买一点美国黄豆，对美国出口稀有金属，这样就足够了。那就是代表什么？台湾根本就不重要嘛，随时都有可能把你给卖掉嘛。因为我要的是你买我美国黄豆。好，那这个牛弹琴呢，也就是这个中方的评论也说了，说呢，很多话语呢，在这次的元首通话之中深藏含义啊。信号1呢，是中国跟俄美关系现在都不错，跟俄国的关系更不一般。好，那信号2就是中国对俄美都有期待，对美国更不缺乏提醒。好，那信号3呢是俄美对中国都有承诺，美方更有新的表达。但是不论怎么样，看起来中国的空间是更大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有很大的市场嘛。现在呢，美方也要松绑辉达对中出国 H200晶片，但是呢，川普是有意允许这个中国字节跳动去购买 H200晶片。但是呢，辉达还没有同意美方对其使用所提出的相关条件，就是确保中国军方无法取得晶片的认识你的客户 KYC 的要求那消息来源就指出了部分晶片很可能会在川习计划于4月与习近平会面之前运往中国。好，那么辉达 H200晶片销中卡关了，路透就揭露了，其实呢，它是一个拦路虎。为什么呢？今年1月的时候啊，美国商务部就放宽 H200晶片销售到中国的限制了，但是它的条件就是说呢，你的出口许可要经过美国国务院啊、国防部还有能源部的审查。美国商务部已经完成分析了，但是国务院还在推动更严格的限制措施，阻止中国利用 H200去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4月的时候，川习会这一切的条件可能又会变咯可能又是一个美国的筹码咯。
但是我们来看到啊，不只是晶片的问题啊，现在很多人也要去中国取经啊，尤其是这个机器人的部分哈，传出呢，特斯拉竟然是秘密考察中国机器人的供应链，马斯克希望旗下的擎天柱机器人生产能够落地美国啊，所以呢，特斯拉早在3年前就已经开始与数百家中国零部件供应商接洽采购事宜，部分的厂商深度合作，还开发研发硬壳设计工作哦。那么，马斯克团队走访中国的光电厂呢，也是着眼规模化的制造，成本低。好，业界人士就推测了，特斯拉、其他还有 SpaceX 呢，他们都必须要寻找更高效、更低成本的太阳能供应。于是呢，嘴上就是说要去中化，但是身体倒是很诚实的，不断的去走访中国啦。好，但我们来看到，习近平同一天啊，跟美俄的元首来进行了这个通话。哦，这背后的意涵是什么呢？请教亮哥。我觉得绝对不是新闻稿写的这些啦，这些都是早就知道的事情啊。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而且这么急啊？我觉得应该是伊朗问题了，因为美军已经快要到伊朗了，那中俄强硬表态力挺伊朗，那双方要知道彼此的底线啊，到底你要搞多大？美国你要到哪里为止啊？那美国也想知道。中方跟俄罗斯谈了一些，到底你们要挺伊朗挺到哪里啊？可是这个不会公布了，因为这个属于军事机密、军事的底线啊。所以你看到出来的东西，其实川普讲那些都是以前讲过了。哇，好高兴啊！你买了我好多大豆，2000万吨，那未来还要再加买到2500万吨，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贝森特也讲过啊。美国的贸易代表也讲过啊，所以我才不相信这种议题的。事实上，新华社公布有一句话是蛮有意思的，他说他希望美国要谨慎处理对台军售问题。这句话比较不寻常啦，因为以前讲的大概都是什么恪守一中原则啦，那美国对台问题要怎样怎样怎样，可是这里具体讲到军售。显然就是中国大陆对这一波美国即将对台湾的军售是有一些项目，它有强烈的意见了那这个当然也意味着4月本来大家预期中美是要谈经贸问题，那恐怕不止了，恐怕不止了。这个习近平就讲要算大账嘛，所以恐怕不止算经济的账了，还要算政治的账。因为川普这1年来啊，鼓励言说支持台湾地位未定啊。美国这个国务院跟国会也说，2758号决议不包括台湾啊。我认为根本就已经颠覆了第1公报跟第2公报了啦。那这个军售又颠覆了第3公报，817公报，所以基本上中美的3公报。已经摇摇欲坠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也要跟美国谈一谈这件事啊，那这样就很麻烦了，因为每一件事都跟台湾有关，就是3公报嘛，一个是有关台湾定位，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独问题，这个都是属于前面2个公报，那军售就是第3公报，所以为什么？那个哈佛那个教授艾利森会说，他认为川普任内，那个美国跟中国早晚会签第4个公报，这个就看你怎么定义什么叫第4个公报了。因为我觉得他们2个如果真的谈完，大概是一个广义的东西，有政治有经济这样啊，那这样算不算啊？而且你可以看到美国方面一直在放新闻啊，说希望习近平在8月、9月回访美国。表示他等不到11月、12月哦，因为2个人本来11、12月是会见面的，可是川普已经等不及了，因为他年底要选举，所以需要你给我利多，大豆再多买一点啊，等等等啊。我认为中国大陆愿意帮川普，因为他觉得川普是一个可以打交道，不会搞一些意识形态有没有的
美国总统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是乐于帮他啦。可是呢，你那三公报摇摇欲坠，我们总要讨论一下吧。所以我觉得4月跟8月见面，我认为跟台湾都有相当的关系啦。所以台湾还是要严肃以待啦，那至于其他的那个 H200，坦白讲现在是卡在美国，因为据我了解，中国大陆像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还有腾讯，可能都会允许购买因为他们比较没有那么敏感啦。可是现在是卡在美国，因为美国对 KYC 很在意不知道你会把这些用晶片拿去哪里所以他可能会要求要有一个程序可是这个有相当的难度。好，这样子看起来呢，美中的对抗已经从价值改为一种交易式的方式了吗？我们来请教盛峰委员。今天的三方的通话，这个中国大陆分别跟美俄的通话，我想这是对所有研究国际政治的人，这是一个最好的议题，而且在有限的信息下，大家只能去推论，那么这个就来预测所有的推论跟后续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愿意来提及一些我的看法。那第一个呢，这一次看得出来，显然是中国主动的。这一次看的是中国主动跟俄罗斯，主动跟美国。那跟俄罗斯的谈里面，不管涉及到是不是伊朗跟美国，是不是涉及到台湾，我想有一个共同，有一个几个我们从高一点的角度来看的几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中俄的定位现在俄罗斯处在一个说尴尬也蛮尴尬的地位，因为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可是呢，中国大陆在川建国的帮助下呢，现在整个的中国大陆在国际的地位是又另外一个程度的上升。你看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五常大概全部要到齐了，只要到这个五个常呢，到4月份以后全部到齐，这个在全世界很少有的。你活动可能有，但是陆续这样到这边，所以在这个时候，中俄之间希望有一个在国际上相互之间的定位、相互的认识，这对于他整个的国际的安排整个的国际秩序的安排、角色的扮演会有很重要的地方。第二个呢，中美之间，我认为把它大一点的来看假如4月份这一个访问是排在这个行程表的话，此时此刻对于中国跟美国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确认过去双方领导人所定下的承诺还算不算数，确认双方的承诺还算不算数。所以这里面中国大陆会输出那一个金火的信息，大概就这样子。这金火的信息我现在大概已经可以定案了，美国不会撤了，那么钱我们照付了，后不会出了。我可以跟你讲，就这样子你这个结果你觉得就是说我们钱还要照付了，但是呢，美国也不会撤了，但这个货就不会出了，这什么时候出你不知道了。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会说我不会在任内否出了就不管了，反正就是不会照你安排的时间来出货，这一点大概可以定。我可以说板上钉钉的事了，板上钉钉的事，因为你知道美国把这个吞回去有没有？事实上也有困难了好，那么在这个的时候，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台湾呢？绝对是一个大交易的范围。假如4月份的这个访问里面没有把台湾列为大交易的范围，那就不需要去谈承诺的问题。今天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台湾的问题能解决，对大陆来讲再多的利都可以让。台湾的问题不能解决，再多的细微我都不谈。那么从这个角度又进一步再来看，川普，就我长期以来我一直这样认为，在这个习近平的眼中在中国的眼中，对川普的态度可以让你痛，不可以让你死，而且要让你维持得好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主动释出呢对川普有利的信号，所以川普很高兴的我就很高兴了，因为我只要让你痛，我不可以让你死，你死了很麻烦，因为再来一批人要搞成什么样子不知道。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个问题了。这一期的《经济学人》节报有一个地方叫台海的完美风暴这个完美风暴里面，它一个简单的观点，
两岸之间问题的解决不在于中国大陆准备了多少的武力跟实力，而在于对于美国的立场和态度掌握到多精准的立场。美国的态度掌握的越精准，两岸的问题就越容易来解决。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不觉得这一次的通话跟4月份跟这个台海的完美风暴会有极其的相关吗？好，接下来我们请教易建中老师。好，我觉得中俄这一次的谈判，那我觉得他们是抓 timing， 这个 timing 我觉得很重要。那为什么？就像刚刚讲，习近平这一次会先这个去主动去联系这两个在世界的强权呢？当然大家都知道，去年呢一整年，大概川普想见习近平，常常呢习近平会在这个闪在后面呢，那么好像要有一定的这个好时机，也就是现在你对我的态度不好，我就不跟你见面，也不跟你随便谈和或者谈一些交易条件。那个时候的景象有点变了。我强调这个 timing， 当 timing 刚才这个前面也讲到了，其实刚好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发生从委内瑞拉到了伊朗事件。我觉得伊朗这个事件呢，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让他们习近平会主动打电话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因为美国做的非常多的大动作，造成了全球所谓的稳定因素产生的动荡啊，这就是这个我们在文字上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当然不管这个从这个中国的角度是如何出发，最少知道这个国际间已经在动荡，当这动荡的乱源起源就是美国嘛，所以他必须打给另外一个强权，先谈一下说。而且这个很重要，是先丁再川哦，先川普丁再川普，你知道吗？这两个都是普。他为什么打给普丁？当然先要谈起说，我们两个在过去的，不管过去这两个国家有分分合合啦，有紧张过，也有友好过。那不管在4年前签的联盟是怎么样一个性质，最重要就是俄乌战争也使这两个国家越来越紧密。那么在川普上来了，不管你丢了什么样的战争，关税贸易战造成全球动荡之下，这两个国家其实也非常清楚知道，那么不好好的这个和谈。不好好的有携手合作的未来，将来会出很大的问题。因此，他们就打出了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timing 所谈的主题，叫做携手维护世界稳定。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这个字眼叫稳定，然后也强调到了全球动荡下的稳定因素就是这两个国家。哇，这两个国家变这么重要。当然，每一个分别跟美国敌对可能会被击破，但合在一起可能就会有胜算。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当然，我们知道伊朗有非常多的代理国家，它的有前线的代理国家，不管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啊，以前的哈马斯啊，这个拉萨哈马斯或也门胡塞组织，它后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大国在后面的代理国，像俄国啊，像中国呢，当然没有在这个我们讲收文可知道，但现在这个国际动荡之下，中国其实在背后呢是比较支持伊朗这一块的，所以他必须谈。那再来就是打给川普，当打给川普，我讲先丁。后川呢，先丁的意思我觉得他主要叫希望跟俄国达到一个真的密切未来的携手合作。第二个呢，他们也希望在这动荡之下能够互信相依，这非常重要。第三个，其实我觉得跟川普是一个假性的友好了。还是一句话，我在2年前去这个大陆，他刚选上的时候呢，大陆北京的一个专家就说，其实川普上来啊，其实敌对他跟他交易非常容易，只要找个心理学家了解他想要什么，跟他好好谈判，就可以拿到该要的。所以刚才讲的有道理啊。中国其实是想要帮川普，因为帮了川普就会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你今天要大多更多，再多给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虽然好像台海议题没碰到就没事，哪一天我再多给一点，川普就什么你要的我就送你了。所以我觉得台湾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好。大国的外交都是在谈利益，中国呢就可以美俄双方都通话，那美国可以一边骂中国，一边跟中国要订单，而台湾呢，小国呢，这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立陶宛啊，立陶宛的总理呢，他是新担任的，结果呢，他公开承认说，当年允许台湾当局在其首都设立台湾代表处，是跳到火车前面。结果吃了亏，他说没敢说的是，不但没有人感激，欧盟没有兜底，美国也没扛事，那么账单全部都落在了立陶宛自己头上。更致命的是，靠山也撤了哈。欧盟在2022年初呢，一度是帮立陶宛出头，结果折腾了2年，2024年欧盟先喊暂停，那么2025年直接撤诉。不陪立陶宛玩了，好，所以其实他们在3个月前就已经向中国去求和了哈，这个立陶宛的新总理上任2天的时候就已经频频释出说，希望重新跟中国来开放外交的讯号啊。这位新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更表示要调整对华政策，不再将中国列为重大安全问题。
但是他同时又提出一个条件哦，就是说呢，要求中国必须率先采取实质性行动，而且不得将台湾代表处问题与两国关系正常化挂钩哦。那中国要理你吗？我们来看到北京怎么回哈。北京日报就说了，立陶宛如果想回头的话呢，那就是顺应国际社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那么为中立关系正常化来累积条件。而不过呢，总理是这样子，总统则是说啊，你小心啊，对华关系过于亲密的话很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跟中国最紧绷的应该还是只剩下日本了哈。我们来看到现在高市早苗要选举了嘛，结果呢，日本的电视台呢去访问了一个制作电动轮椅的日本公司社长。谈到了这个稀土缺乏的问题，他就说了，说自己公司产品需要用到稀土磁铁，在中日关系紧张，生意自然也就受到影响。稀土并非是中国创造出来的，是地球的，应该要像开玩笑一样便宜买，大家和和气气一起用才对哦。那你自己去挖，你自己去加工稀土啊。好，那现在高市早苗除了这个稀土的问题啊，还有这个他有表态。自卫队要入线了，对此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说了，说敦促日方要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倾听国内民众和平反战的声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就连俄罗斯的外交部也对这个说话喽，他说呢，俄方会继续密切的关注日本再军事化的动向，保留采取必要的措施而且日本的国内啊，也有很多反对这个高市早苗错误言行的声音哦，像是日本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在集会上面致辞表示，说高市早苗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挂钩，暗示啊军事介入台海局势这样子的性质是十分的严重的。不过高市早苗他的人气真的还是很旺啊，尤其是他现在要选举了哈，他就有一个31秒的影片，结果才9天的时间内就有破亿的点阅，这个是比米津玄师的歌曲还要更夸张。这段影片是什么呢？他在影片里面说：“我是高市早苗，不敢挑战的国家没有未来。”他发表演说，传达与选战相关的讯息。但是怎么样呢？金融市场啊。可能不是这么看的哈，迎来大考，日元的空头呢，竟然是卷土重来了。对冲基金呢，正重燃做空日元的押注，为选举后日元可能再出现疲软来进行布局。而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民调还是很高，所以他领军国会还是有望过半，所以未来中日关系呢，可能只能在低档盘旋了一旦高市站稳脚步的话，中日之间的低迷关系只能够继续低档，无法更好。日本呢可能会走上一条更硬的路。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立陶宛都后悔了，日本这样子做，未来不会后悔吗？我们请教亮哥。因为欧洲国家到台湾设立代表处都是用台北经贸代表处嘛，那立陶宛叫台湾代表处。那虽然知道他也避开红线，所以就写台湾 Nice， 不写台湾啊。可是这个北京肯定不会过关的啦，所以后来。其实立陶宛跟中国的贸易并不多，直接贸易大概只有1%。可是中国去制裁德国的公司啊，使用立陶宛的零组件，那德国公司那就算啊，我干嘛用立陶宛的？我干嘛得罪中国？所以就间接受害啊。那坦白讲，我们台湾，我们外交部当初花了2亿美金啊，去买了这个外交，结果人家也没有叫。台湾，这叫台湾 Nice 啊，那台湾也就算了。坦白讲，这个是犯大忌了。我们的外交经费不多2亿美元你想想这是多大的钱啊？那现在发现呢，因为在川普这个上台之后，跟欧洲的关系急剧恶化吧。那立陶宛本来背后有美国啊，那现在没办法了。因为欧盟在转向，所以他就在后悔，就是这样啊。那立陶宛国内的政治力量是有点复杂啦，因为他跟台湾建交的时候，那个外长啊，他爸爸就是立陶宛的国父啊，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时候啊，所以他们曾经被苏联并吞嘛，所以就对台湾的状况相当有同理心的了解啊。可是。就是不符合他的国家利益嘛，他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
我觉得台湾也要从这个例子里面得到教训啊！你一头热嘛，那当美国也在变，大家都在变哦，因为川普现在也不 care 这件事啊。那欧盟国家曾经陪他玩了一下，说抗议中国去制裁德国的企业，那后来也不玩了。那德国当然摸了鼻子就转买别人的零组件啊，我干嘛去得罪中国？这个就是真正的过程啊！那坦白讲，这个高市早苗看起来连任在望，而且席次会选得不错。可是高市早苗得罪中国，中国你如果没有撤回那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言论啊，那我认为经济制裁只会越来越严重啊。那你日本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经不起得罪中国之后的经济的后果了。所以高市早苗这个政权，我估计能够连任啊，能够做1年就不错了。所以小国在大国的博弈中，到底能不能够经得起政治表态的代价？哈，我们来请教雷胜峰老师。立陶宛被卖光光，这是唯一的结论。美国就像他的总理讲的，美国会跑了，然后呢，当时帮他提起 WTO 的诉讼有没有？也撤了。那台湾的莱姆酒也不喝了。我们当时买了很多莱姆酒来支援嘛，拿到我们的2亿啊，对啊，美金哎，对啊，那我们是付的钱，至少再怎么说，立陶宛还是有收入了。那我们纯粹是输出，然后完全又回到原点。对，本来台湾还当时吹的啊，以这里为突破点，只要这里突破了，全球就可以突破。我说突得破破烂烂是会的，突破大概是不会。这个呢，立陶宛开始还在琵琶半遮面，一开始的时候道歉了，这里面还藏了很多强硬的立场。几个月后啊，现在已经完全有没有看清了，算了，不搞了。那我不晓得两边的办事处将要怎么收场，我不晓得台湾要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这个一定会改成台北代表处的啦。不是，会怎么收到？所以我们立环这个，哎呀，这个外交委员会太有话题可以来搞了。那日本呢？现在日本在东亚会有个新变数，这个变数不是来自于它跟中国的关系有没有恶化，因为这个恶化是可以改变的。它的最大的说，这个路它不改的话，这个新变数会是什么？就是重新武装日本。日本的重新武装会带来整个亚洲、东亚的新变数。别的我不讲，最起码有2个大国，还有一个小朋友是会跳出来的。这个就是中俄朝，尤其是中俄，一定是借这个机会，因为他们是2次大战的战胜国，2次大战由于中国是被日本侵略的国家，一定会借这个机会把日本的重置武装的这一颗牙迟早会被拔的。那这个当中，整个的东亚局势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美国现在正在从亚洲慢慢撤退，而希望日本能够取代美国在亚洲的地位。那这个东西所带来的新的变化，日本人必须想清楚，他要选择一条怎么正确的道路，否则的话，日本会是亚洲的新变数，也是会是日本的新灾难。因为那一个中国已经不是他9·18事变的中国，也不是1895年这个呢这个甲午战争的中国了。这个日本必须要去面对的。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立陶宛哦，这个小国的政治表态，它的风险真的是能够承担的吗？我们来请教聂老师。好，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欧洲啊，应该说东北边有3个小国，当然独立出来有这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下面就是立陶宛。但我觉得这波罗的海3小国呢，当时我们印象很深刻，在疫情期间呢，他来支持台湾，让台湾非常有声量，那也非常喜欢这个国家。那我想爱台湾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分析一下，为什么当时那么力挺台湾，到底什么因素？当然，我看到的当时的最大因素就是疫情也发生，台湾也力挺他们，其实在疫苗、口罩都有帮助他们。当然，我们也协助他们买了非常多立陶宛的巧克力啊。当时不是就有这样的一个立陶宛巧克力风潮？但重点是啊，那中国当然就会砍单。但是我们刚才这个亮君也讲到了，
但是你在中国的贸易并不这么多。可是你要知道，当一个大国崛起之后，它的实力不是光它靠它自己，它有它其他周边影响力，就会限缩一个小国啦的一些，你可能不管从贸易、军事各个经济各个地方的一些资源，这时候他当然就受到了一些困境。可是他觉得他没有问题，他还甚至讲出了一句话哈，他说啊，没有关系，中国砍单，但是呢，台湾更爱我们的产品，但台湾方 size 就是比较小啊，你知道吗？当然我不知道，我们竟然给了2亿这个美金呐、啊，我刚刚讲到，那这还是一笔大数目，当然立陶宛当然就会吃到甜头，当然就会支持我们。我觉得这个金钱外交，台湾是一向走来都这样子嘛。今年呢、我们回想15年前，现在我们外交邦交国12个国家哦。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啊是20多个国家都减半哦。你光拉美洲12个变7个，非洲4个变1个，你知道吗？在我们亚太这个地方6个剩4个，这里面很多国家剩下12个，你去看1半以上，我看民众可能都念不出名字，你知道？小到这样，那为什么大家跟我们肩膀？就是还有一些小国的利益。可重点是，为什么这些国家走？就是因为我们的对岸崛起之后，大家讲不好都是以利益为趋。我先讲，那我当时分析在立陶宛，当然他用了一个很棒的例子，我觉得他说现在啊，大家都不理我，好像站在火车头前就要被火车撞，你知道这种感觉还蛮强烈的，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这种 feel 啊？我觉得他当时就是几个，第一个要利益的假象，我刚讲的几个地方，当然这好像巧克力也好，或者我们这个支持他疫苗好，这个是一个利益的假象，他当时也错判。第二个是认知的错误。他有一个认知说，我呢，他们也强调嘛，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支持自由，所以呢，我们背后呢还有更大靠山欧盟、美国啊，这些都会帮我们，所以他敢讲，因为小国都敢讲这样的话。但重点是后面那个黑社会老大不帮你小弟，小弟再马上被砍，这是一个站在火车头面前这种感觉出现的原因。第二个就错判了，这个认知的错判。第三个是形式的错判，因为我觉得西方很多媒体啊。都早期包括台湾一样，都一直认定中国是一个很落后国家，到现在都还没有被称为叫开发国家。没错，它就算还是这发展国家，可是它 GDP 已经世界第2，甚至我们讲这购买力评价出来这个 deflate 的话，它已经第1了。我现在要强调是中国这个国家，它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它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它的肌肉已经瘦小，现在已经 muscle 已经非常强。立陶宛最后一个就形势错判，所以他才走到今天。好，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美国也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国了。我们现在来看到现在中东局势怎么样呢？美伊要来谈判了，但是能够顺利的上谈判桌吗？川普竟然说哈米尼应该非常担心，因为川普持续的加强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而且拒绝排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企图加大对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的压力。于是他就说啦，哈米尼应该非常的担心，而且呢，根据伊朗的消息人士表示，川普提出了重启谈判的3大要求。第一呢，就是伊朗停止铀浓缩，限制伊朗弹道飞弹计划，还有伊朗停止支持区域代理人民兵团体。好，那川普还放话说啊，伊朗如果考虑要在其他地方建立新的核设施，我们发现了这件事的话呢，那么美国呢就会去采取行动。而且国务卿也说了，现在美国已经准备好本周要与伊朗当局会面，相关的对话讨论内容必须纳入飞弹还有核武计划。好，不过呢，我们来看到啊，如果说伊朗真的不让步的话，那川普要怎么办呢？学者就说了，川普最糟糕的做法呢，就是发动一个象征性或者是有限打击，甚至根本不打击，并且呢，接受一份对美国不利或是含糊的协议，然后呢，事后再宣称说，我们取得了某一种外交胜利。这可能都是川普常见的一些做法，所以学者才会这么去评论啦。不过伊朗官媒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直接发布了一个美军的基地照。这个是伊朗法斯通讯社连续2天发布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的照片。那这次刊出的呢，是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的郊区，也就是达夫拉空军基地的一个俯瞰图。那4日的时候呢，则是展示了巴林的伊萨空军基地，就是显示呢，我们有掌握你们基地的能力哟。除了这个中东的问题啊，现在川普还在觊觎能源，尤其是这个
拉美地区，像是委内瑞拉的部分啊，现在呢，他们就正在要调查美军大规模袭击的过程。那么，川普说啊，美国将要管理委内瑞拉，直到实施安全过渡。那么，美国的大型石油企业也会进入委内瑞拉来进行投资。但是啊，外媒就曝露了，其实，委内瑞拉的石油激增，我们美国自己的炼油厂根本就吃不消。像是雪佛龙，它去年12月就从委内瑞拉出口石油量为每天的9.9万吨，升到了每天22万桶哦。那这个雪佛龙的执行长就说了，说我们企业旗下的炼油厂每天能处理15万桶委国石油，这意味着从委国出口的石油还有大量的剩余。那么卖不掉的话，就只能变成库存了啦。至于古巴的问题川普也是签署了行政命令啊，威胁要对所有卖石油给古巴的国家加征关税。那像是墨西哥，如果它真的停止供给石油的话，那么古巴呢，最多呢是只能够撑3个星期的。而美国驻古巴使馆在这个时候呢，也警告在古巴的美国公民呢，要准备为停电还有燃料短缺的严重混乱来做好准备。不过，古巴的这个外交部副部长说呢，我们愿意跟川普政府来进行对话，但是怎么样？不愿意针对更换政府一事去展开讨论啦。而至于俄罗斯的态度，则是说呢，对于古巴进行经济还有军事施压，以及包括阻碍对古能源供应，都是不可以接受的。而市场呢，更是看得更快啊，看到这一连串的这些做法之后呢，美金啊，黄金已经突破了$5000大关了，就是因为地缘紧张还有避险需求推升已经创下了2008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了。好，那本轮的黄金牛市是什么原因驱动呢？底层更关键的动力就是因为市场对于美国不信任，引发了去美元化，这才是黄金的终极价值。那么桥水的创办人也解析了说呢，现在世界正处于一个资本战争的边缘，重申黄金仍然是一个资金的一个避风港。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美意的问题他们真的两方能够顺利的上谈判桌吗？我们请教亮哥。我觉得会谈可是川普这3个议题，核武当然可以谈核武毕竟是毁灭性的武器嘛，所以可是伊朗会讲2017年伊核计划明明就已经多边都承诺了，你美国单方退出而且当时退出人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川普，那个时候核浓缩的浓度只有3.67，结果你退出了，那拜登也没回来，所以已经过了7年了，那你又执政1年8年了，结果伊朗现在的核浓缩已经到60%了。所以我维持60%就可以了，是不是？不要再往上，因为做核弹大概要95%吧，所以是什么意思？60%就算了，这个有可能那什么限制伊朗弹道飞弹计划，我不知道他凭什么要求人家这一点那以色列要不要也听因为伊朗对手就是以色列那以色列要不要停？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国家要求人家不准发展国防的啦，不准发展核武有啦，不准发展飞弹。那伊朗你要怎么核实呢？伊朗是一个高原国家那是藏在山谷里面我看你怎么查。那停止支持民兵这个他一定会跟你说好啦。那个也门的民兵呢？那个算不算他的？他一定说那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也门的民兵真的跟阿拉伯半岛的不太一样那美国现在最在乎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伊朗一定不认的，一定不认的。那美国一定会说，胡塞武装的飞弹都是你给的无人机也是你给的那伊朗就会说，我不会再给。那实际上他一直都有，因为给胡塞武装武器的单位可多了，所以我是觉得那伊朗要换什么？当然就你取消经济制裁嘛。可是大家要知道当年2016年的伊核协议是欧洲、中国都进场
做保证。那现在呢？现在只跟你美国谈，我才不相信伊朗会相信你啊！而且我觉得在川普改成一个美国至上，而且单边用军事压迫各国的这种习以为常之后，比如说对委内瑞拉这样搞，伊朗不会担心啊。所以我认为伊朗这个国家啊，在你川普三年任内啊，一定尽全力要发展它的武器。而且你如果解除了经济制裁，那伊朗的经济就会发展的比较好嘛。那钱不是更多？更多又拿来发展武器。我觉得这个是他终极上要做自保，他一定会做一些动作了。这么大的一个政权，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真的不好谈了。那川普现在怎么办呢？这个军舰啊，各种动员都到了附近了，怎么办？那只好把它认定了你新盖的核武设施再炸一炸啊，不然怎么办？然后就回家，不然怎么办？上次不就这样？对，那事实上上次证明没有炸到啊。宁愿打脸上一次，那只好也要再炸一次。那再炸表示你上次没炸到啊，那只好再炸一次啊。但是至少就可以离场了啦，不然怎么离开？可以下台了。那现在没有下台阶啊，因为这3点没有那么好谈呐。所以这3个条件哈，伊朗可能不会让步，最后的结局，有没有可能只是美军做做样子，再炸一次？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伊朗秀美军至基地的照片，能够为自己来获取筹码吗？我们请教盛峰委员。是，这个川普啊，真的自己飘了，因为在委内瑞拉赢了，把马杜罗几乎没有任何受损的情况下，完美的像好莱坞电影的演出啊，他真的飘了，以后会拍成电影。他认为飘了，而且他认为他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认为全世界了，除了中国跟俄国。他没有办法为所欲为之外，全世界没有国家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他没有哪个国家他不能讲重话讲难听话的。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伊朗跟委内瑞拉是不同的等级，地理环境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一个美国要去对伊朗的进攻，要付了多少的代价，跟整个的地缘的关系。但他有没有想这么多？他这样就把军队给派出去。因为派军队出门是美国总统最嚣张的一件事，只要一拍，你看航空母舰就出门，一拍什么那种成就感啊，可能别人要谨慎，但是对于川普这种性格的人呢，那刚好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了。那从这里你又再来看，美国现在呢，这个炼油啊，炼到已经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委内瑞拉的油现在全部只有到美国去炼。理由呢？因为中国没有炼了，因为本来委内瑞拉的油相当大的部分是出口到中国大陆去的，中国大陆不接受了。他说：“你现在主人换了你，我不是跟你谈的，我是跟原来委内瑞拉政府谈的。”所以他一不去之后，这一些油呢，就相当大的程度就转到美国去了。结果美国现在就发现他吃不了了，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然后要美国的公司进去有没有？美国这些公司是不进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川普就要把他吓死了。你们去没有关系，我会派兵保护你。我操，一个做生意啊，做到要派兵保护啊，谁敢去？我钱都没探胸这样，这不会的，这把他给。可是他觉得很厉害啊，我总统，我答应我要派兵保护你，还不够好吗？同样的，到了这个古巴。我一直到现在搞不懂，美国把古巴这样子压着，古巴对美国有什么威胁？古巴是共产党，他那个共产党也怎么共怎么产，也搞不清楚。他要求你开放党禁，是吧？那不管怎么样子，我的国家我的内政，我就在你的旁边，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威胁嘛。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这样讲，就是美国把霸权的心态啊展现无遗啊。所以在这一次达拉斯会议里面，最大的特点。展现了美国的这一种嚣张跋扈啊，展现了中国大陆张开双手欢迎世界，很有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来请教聂建中老师。对，诚如盛峰刚刚讲的，美国就是靠三霸，我之前讲的霸权嘛，然后他的霸权呢可以行霸道，然后走这个霸凌其他的国家。现在我看到伊朗是最被霸凌的。好，现在我讲说啊，我讲说军事实力其实3部曲嘛，第一个你可能攻击别人叫 attack， 第二个呢可能 defense， 第三个才是 surround， 才是投降。那我觉得川普呢把它端上台面，你知道川普呢就是靠这个国际霸权、军事实力，甚至他部分的民主盟友的势力，就呢把这个你知道他的这个林肯号也去了 ，F-35也去了，让整个这个伊朗呢其实是非常担忧，没有错。当然伊朗也这个胡斯丹他也喊出不怕你的这种声浪，结果呢他要他上谈判桌，谈判这3个条件我觉得就有点过之了。第一个他要他终止核子武器，其实终止呢这个就是我刚讲的。伊朗他并不会去攻击别人，但他最少要防御自己吧。所以呢，伊朗就反弹了一个叫做我要暂停核武的计划，我觉得这就比较 reasonable， 比较合理。第二个，他还是认为他容受铀应该送到俄国，因为他还是要保命嘛，你不觉得这个很重要？可是美国不这样想，第一个就算了。